好，我们今天来跟诸位谈一下这个秋天的养生，这个很重要哈。很多人不懂，一年四季就一个样，乱吃乱喝，然后说到了病就来了，再来找医生。哎呀，我怎么这里不舒服，那里不舒服？你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对不对？《黄帝内经》，诸位去看那个《素问·四气调神大论》，一开头就讲了：“夫四时阴阳者，万物之根本也。”这句话就是总纲。你把这句话抓到了，后面的东西你一看就通了。什么叫根本？根本就是你的命根子啊！你跟着这个根本走，你就活得很好。你逆着它走，就是自己找死。就是逆其根，则伐其本，坏其真矣。老祖宗写得很明白，是你自己不看嘛？那什么是根呢？春夏养阳，秋冬养阴。夏天太阳很大，阳气很盛，你要顺着这个阳气，让自己身体的阳气也生发起来。到了秋天冬天呢，反过来了，天地之间的阳气开始往回收了，阴气慢慢起来了。那你人呢？人是宇宙的一份子，你当然要跟着收啊。所以要养阴。这个阴是什么？不是说叫你去搞一些阴险的事情哦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阴在中医里面指的是我们身体里面的物质基础，你的精液、你的血液、你的精，所有看得到摸得到的这些营养物质都属于阴。所以立秋一过，整个养生的重点就要从养阳转到养阴上面来。你这个观念没有转过来，你整个秋天到冬天你准备生病。好，那怎么养阴？最直接的就是从嘴巴吃进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先讲这个饮食。秋天的气候，你看慢慢开始干燥了，对不对？这个燥就是秋天的主气。这个燥邪很讨厌，它一进到你身体里面，第一个就是消耗你的津液，也就是你的水分。所以你是不是开始觉得，我喉咙怎么干干的，喝水好像也解不了渴，鼻子里面也干干的，好像快要流鼻血，皮肤开始痒脱皮，像蛇皮一样，大便也开始一颗一颗像羊大便排不出来，心里面还烦躁得很。这些通通都是燥在作怪。那怎么办？润它嘛，它燥你就润它，这个很简单的道理。所以整个秋天你喝水要足，但是光喝白开水还不够力，要吃那个本身就带很多汁水的东西。你看那个蔬菜，黄瓜、冬瓜、西红柿、芹菜，你一切下去，那个水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个就是天然的津液，身体就要这个东西。你不要去喝那个什么汽水、可乐，那个是人工的糖水，喝下去不但不解渴，还会生湿，更糟糕。水果呢，就要选那个能够养阴生津的。秋天最好的水果是什么？就是梨子啊，水梨。你看那个梨子，水那么多，颜色是白的，白色入肺，它就是老天爷设计好，在秋天拿来润肺、生津、止渴的。古人称之为天生甘露饮，多好的东西。还有像葡萄，你看那个葡萄一串一串的，里面都是果肉跟汁液，那个就是补阴血的好东西。还有香蕉、荸荠，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。你每天吃一点，身体的津液自然就补足了。再来，除了润燥，还要记得一个原则，叫少辛多酸。为什么？秋天对应到我们的五脏是肺，肺属金，秋天也是精气最旺的时候。这个肺，中医叫它娇张，很娇贵，太冷不行，太热也不行，太干的更不行。而且肺开窍于鼻，主皮毛，它直接跟外界接触，所以秋天的燥邪第一个攻击的目标就是你的肺。所以养肺是秋天的第一要务。那为什么要少辛多酸辛味的食物？像是辣椒、生姜、大葱、大蒜这些，它的药性是往外发散的，会开你的毛孔，让你的津液往外跑。春夏的时候吃一点没关系，可以帮助阳气生发。但是秋天天地之气都在收，你还在散，你这个就是跟老天爷作对哈。你毛孔一直开着，秋天的凉气燥气就跑进去了，那你不是等着咳嗽感冒吗？那酸味的食物呢，
酸味的作用是收敛固摄，它可以把你的津液气血往里面收，不让它耗散掉。所以秋天多吃点酸的，像柠檬、乌梅、柑橘类的，就是在帮你的身体做收藏的工作，这就顺应了天时。那养肺最好的食物首选就是百合。这个百合你看它长那个样子，一片一片包起来，那个就是收敛的象，对不对？颜色又是白的，入肺，所以它润肺止咳，养阴清热，还能清心安神。你如果秋天觉得心烦，睡不好，又有点干咳，你用百合就对了。其次呢，梨子刚刚讲过了，还有柑橘、甘蔗、白萝卜、银耳，这些都是白的，都是清肺润燥的良品。银耳，你看它煮出来那个黏黏滑滑的胶质，那个就是最好的。阴啊，比你吃什么昂贵的保养品都好。忌口的东西，除了刚刚讲的辛辣物，所有油炸的、烧烤的都要尽量避免。那个东西本身就燥热，你秋天吃下去，等于是火上加油，肺一定受伤。好，那你吃对了，生活起居也要跟上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养收之道，动静结合。运动是一定要的，但是秋天的运动跟夏天不一样。夏天你可以跑得满身大汗，很过瘾。秋天你如果还这样搞，那你就是傻，因为大汗淋漓会伤阴耗气。秋天要做什么运动？舒缓的太极拳、八段锦这种，你看那个动作，慢慢的以呼吸带动身体，这就是在练你的肺气，增加你的肺活量。对于那些有慢性支气管炎、气喘的人，秋天好好练这个，比吃药还管用。运动到什么程度最好？微微出汗就好，感觉身体热起来了，毛孔微微开了就可以了，千万不要搞到汗流浃背、气喘如牛，那样就过了，反而伤身。运动完汗要马上擦干，衣服穿好，不要吹到风，这才是保养肺气的正道。再来就是精神上的调养。秋天草木开始凋零，叶子一直掉，整个气氛是萧瑟的、肃杀的，所以人很容易受到影响，心里面就容易产生忧愁、悲伤的情绪。古人讲悲秋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个不是你无病呻吟，是天地之气影响到你了。因为在五行里面，肺的情志就是悲，秋金当令，自然就容易引动悲伤的情绪。那怎么办？你就要顺应这个季节的特点，精神上也要学会收，把你的神气收敛起来，保持内心的平和宁静，不要一天到晚想东想西，钻牛角尖。天气好的时候，秋高气爽，你可以去登高望远，你站到高处，视野一开阔，心胸自然就开朗了，那股悲秋的闷气就散掉了。或者你可以在家里静坐练习调息，把心神收回到身体里面，保持内心的安宁，这个就是顺天应人。这个在南方呢比较特殊，秋天来了，但是夏天的那个湿热还没完全退掉，经常会出现那种又闷又热的天气，这个我们就叫秋老虎。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贪凉，很多人觉得热就躲在冷气房里面，温度开很低，对着这里猛吹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最伤身。你外面热，毛孔是张开的，你突然进到一个很冷的环境，那个寒气湿气收一下就灌进你身体里，闭锁在里面出不来了。将来什么风湿、关节痛甚至中风都是这样搞出来的。冷气的温度最好在摄氏25、26度，跟室外温差不要太大，也不要直接对着吹。饮食上呢，因为湿气还很重，所以不能像北方那样一上来就大补，你会补不进去，反而致癌。这个时候的饮食原则是轻补，重点在健脾祛湿。脾是运化水湿的，脾功能一好，湿气自然就代谢掉了。可以多吃一些像茯苓、薏仁、芡实、山药、小米、赤小豆这些东西，这些药食同源的宝贝，既能健脾和胃，又能把身体里多余的湿热清掉，帮助你的脾胃功能恢复过来。等到湿气去得差不多了，天气也真正凉下来了，你再来进补，才能补得进去。户外运动对南方朋友也很重要，适量的运动可以振奋阳气，阳气足了就能帮助脾气运化。
湿气也容易散掉，食欲也会变好。同样的原则，运动到微微出汗就好，不要大汗，这样才符合秋冬养阴的总原则，达到天人相应的境界。最后我给诸位推荐2个非常实用的食疗方，你在家就可以自己做，简单又有效。第一个是雪梨百合枸杞汤，这个是润燥的王牌，食材很简单，一个雪梨，新鲜的百合2颗，如果没有新鲜的用干的也行，大概20克，要先泡开，还有1小撮枸杞，一点蜂蜜。做法呢，雪梨洗干净，把芯挖掉，切成块，百合一片一片掰开来洗干净，先把雪梨块放到锅里，加够水，大火煮开，把上面那个泡沫撇掉，煮个5分钟，再把百合放进去，转小火慢慢煮，大概20分钟，煮到百合都软糯了，最后把洗干净的枸杞丢进去，再煮个2-3分钟就可以关火了。记得蜂蜜一定要等那个汤凉到温温的不烫口的时候再加进去，你滚烫的时候加下去，蜂蜜的营养活性就被破坏了，等于白加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汤有什么好处？雪梨生津润燥，清热化痰，是肺的好朋友。百合润肺止咳，清热安神，你心烦睡不好就靠它。枸杞红色的，入肝肾，滋阴补肾，益气安神，这3样东西配在一起，就是一个非常平和的针对秋燥的方子，全家大小都可以喝。第二个，如果说你觉得身体比较虚，阴虚的比较厉害，或者是在南方暑热跟秋燥夹杂在一起，那你可以用这个生地玉竹保猪蹄，这个力道就比较强了。食材呢，猪蹄1只，请肉饭帮你剁成块，生地黄20克，玉竹30克，生姜3-4片。做法，生地跟玉竹先稍微泡一下，猪蹄要先汆烫，冷水下锅，煮开以后捞出来，把那个血水跟杂质冲干净，然后把猪蹄、生地、玉竹、生姜片全部放到汤锅里，加足量的水，大火煮开了以后，转成最小的火，慢慢给它炖，至少要1个半到2个小时，炖到那个猪蹄用筷子一戳就烂的程度，最后加点盐调味就好了。这个方子厉害在哪里？生地这个药是入心肝肾经的，它的作用是清热凉血、养阴生津，专门处理身体里面的虚热。玉竹呢，你看它名字有个玉就知道是好东西，质地很润，味道是甘的，专门养阴润燥，止渴生津。这2个药配在一起，一个清热，一个润燥，养阴又不滋腻，特别适合南方夏末秋初那种湿热夹杂秋燥的气候。再加上猪蹄，以形补形嘛，那个猪皮里面满满的胶质，就是最好的阴液补充剂。你喝这个汤，既能把身体里的残留暑热清掉，又能把秋燥需要的阴液补足，一举两得。诸位，养生就是这么简单，它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，就是生活的智慧。老祖宗早就把这些规律写在书里面了，就是看你要不要跟着做而已。你顺着事实的变化去调整你的饮食作息，身体自然就会平衡健康。你非要跟天地作对，那谁也救不了你。把今天讲的这些记下来，从现在开始做，你这个秋天就能过得非常舒服，肺也养好了，为冬天储备好了能量，这才是真正的治胃病，好不好？